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手撕包菜，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。在炒包菜的时候，有人焯水，有人过油，难怪做出来不好吃。今天阿鹏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手撕包菜的正确做法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个新鲜的包菜。新鲜包菜它水分足，吃起来更加爽脆。我们将包菜对半切开以后，大家来看一下中间的这个硬心呀，我们需要给它切下来去掉的。可以像我这样子用刀把中间的硬心给它切下来去掉。这个硬心吧，其实也能吃，可以将它切片一起炒，但是口感上没有那么好吃。去掉硬心以后，我们再将包菜的叶子给它一片一片的剥离出来。最后我们再将包菜的叶子用手给它掰成小片。很多人在家里面处理包菜的时候都是直接的用刀切的，其实那样是不好的。包菜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用手撕，用手撕出来的包菜它是不规则的，而且炒出来后也没有那种刀切的味道。所以说手撕包菜最好吃的方法就是用手撕，用手撕出来的包菜它吃起来会更加的香一点。我们将包菜全部的撕成小片以后，接下来再往里面添加一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往盆中倒满清水，将包菜给它浸泡起来。因为食盐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我们用淡盐水把包菜给它浸泡起来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里面那些脏东西和虫卵清理下来了。浸泡起来后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干辣椒。准备少许就可以了，给它装在小碗里面，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。因为干辣椒在晾晒过程中会有一些灰尘还有杂质，所以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。另外，在经过清洗过后，我们在前期在翻炒的时候就不容易炒糊了。把干辣椒清洗干净灰尘以后，先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。紧接着，我们再用剪刀把干辣椒给它剪成小段。我们在做手撕包菜的时候，添加些许的干辣椒。可以让做出来的包菜它的味道更加丰富，但是如果家里面不吃辣的话，我们可以少放一点，或者是不放。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清洗过的花椒粒，如果不爱吃麻的可以不放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大蒜，先把大蒜的根部切下来去掉，然后再将大蒜给它拍一下。将大蒜拍过以后，大蒜的蒜香味会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最后我们再将大蒜给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大蒜切好后和干辣椒放在一起备用。好了，在经过淡盐水浸泡过后，接下来我们将包菜给它清洗一下。经过淡盐水浸泡过后，上面的一些灰尘和虫卵就特别的容易清理下来了。我们用手给它不停的搓洗1到2分钟，把包菜给它清洗干净。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再继续的给它清洗一下。绿叶的蔬菜，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要尽量的给它清洗个2到3遍，把青菜上面的一些灰尘、杂质还有虫卵完全的清理下来。在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包菜就特别干净了。接着，我们将清洗干净的包菜控干水分，捞出来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正式烹饪。首先起锅下少许的油。油热以后，再把切好的蒜末还有干辣椒放进来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。先把蒜末和干辣椒炒出香味，再经过小火不停的翻炒下，里面就散发出非常香的味道了。炒香以后，我们再将控干水分的包菜放进锅里面，然后再立刻的调为大火，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。利用大火翻炒的高温，把包菜给它迅速的炒软。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需要注意，一定要全程的开大火进行快速的翻炒，将包菜给它快速的炒熟，这样子可以避免包菜因为长时间的翻炒造成出汤出水，而且在快速的翻炒下，包菜炒出来吃着也更加的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屏幕帮我点个赞呗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。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了。
我们开大火给它持续的翻炒一小会，大概翻炒个1到2分钟左右，先把包菜给它炒软。将包菜炒软之后，下面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鸡精，最后再往里面再添加1茶匙的生抽酱油。调味过后，我们再继续的开大火，给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把调料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。另外，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，包菜一定不要翻炒过熟，否则包菜吃起来就不够爽脆了。我们将调料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再沿着锅边来上些许的锅边醋，少许的香醋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不爱吃香醋的话，也可以不放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给它翻炒几下，给它充分的翻炒均匀。最后在出锅之前再来上少许的包尾油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手撕包菜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最后将它关火，出锅中盘，然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手撕包菜，吃起来脆嫩爽口，而且吃着麻辣又鲜香，简直比荤菜还要更加好吃，更加的香。如果您平常也喜欢在外面点手撕包菜的话，那么这个做法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在家里也不妨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